跟普通的草呢是没什么区别的，就感觉到就是一个普通的野草，但是开花的时候是非常惊艳的。所以呢，为什么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说一个人再普通再平凡都好，会有他的高光时候。比如说你的高光时候在30岁或者20岁，取得人生最辉煌的成就的时候，也就是野百合开放的时候。野百合除了它的花朵很漂亮，观赏价值很高，很芬香之外，是园艺里面很常见的。其实呢，大家经常在菜市场里面也能看得到野百合的那个入药的部分，就是它的一个地下部分，这个鳞茎，这一部分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野百合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有很多人工大棚的去种植，因为呢靠野生去挖的话呢，肯定是不够需求的。所以的话呢，为了满足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不管是药用、食用也是有，因为有很多那个餐厅的话，他们需要这个野百合的鳞茎做一个菜谱。所以的话呢，现在人工会有一个温室大棚种植，就是取它的地下鳞茎部分，就像那个蒜头一样一片一片的鳞茎部分的。它的繁殖呢可以有2种方式，一个呢是靠种子繁殖，第一个呢是靠它的那个地下部分黄色的那个鳞茎部分。你种下一颗之后，第2年你从那个盆里面倒出来，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一颗像蒜头一样的很多它的鳞茎。所以呢，它这样叫做无性繁殖，就说不需要种子繁殖。它有2种方式，一个呢是靠种子，一个呢是靠鳞茎。这个是野百合。又好看又好吃，所以它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野生植物。现在已经有人工种了，用大棚温室种植。这个呢是木荷，木荷的话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是经常看到的。木荷的话呢，为什么呢？是在我们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省呢是很常见的，是因为呢，它在我们广东省扮演的地位呢是第一最重要的。基本上每一座山，不管你是因为去爬阳台山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你从大浪这边上山的话，山脊上你会发现两边都是种的木荷树，有没有留意到？还有你爬那个凤凰山后面有一个那个往那个在新楼那个望新楼那个烟火楼那个山脊梁上也全都是木荷树。所以你会发现在山脊梁的路上两边种了很多木荷树。那为什么要种呢？主要是用来防火的。你知道到了每年的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我们广东的降雨量会少了很多，很干燥，随便丢一个烟头就能引起森林大火。所以呢，种了那个木荷树的话呢，它主要呢是起个隔离的作用。那你说，那为什么种木荷树不种松树呢？为什么一定要选木荷呢？是因为呢，木荷树有它的优势。大家看一下，这里有2个点，它的含水率呢是达到52%的，这个数据很重要。第二呢，着火的温度呢是453摄氏度。一般野生植物，比如说它的着火点呢大概是250度，它就起火了。但是这个呢要400多度呢才能够着火，所以呢它选中它作为一个防火的树种。所以呢每年的广东省林业局的话呢，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在一些山脊梁上种一些那个木荷树，做一个人工的隔火地带，能理解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个原理，有时候图个方便，就离家里不远的地方，我就是看那个荷树回家。你觉得我回到家里后遭受了什么样的情况？我父母亲、我奶奶看到我砍了很多荷树回来之后，你觉得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能接受吗？不好烧。啊？能接受吗？这我也中了，这都被你猜到了。这个小妹妹猜得很准，确实是。我因为偷懒不想走太远，就是把那个在家附近的那个木荷树砍回家之后，省下半天时间我就跑出去玩。
回来之后呢，就真的是被我妈暴打一顿，是因为呢那个木头树砍回来之后，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就算是把它的那个木材劈开之后，它的含水率太高了。如果你晒了2、3天之后再点它火的话呢，都是冒烟的。你一边炒菜一边做饭下去，一边冒烟，把你熏得眼睛鼻水都往下流。所以呢，家里人呢是不允许我们去砍这个木头树的。我因为偷了懒犯了这错，被打了之后就长记性了，第二次再也不敢去砍木头树了。这木头树的话，在我们家是没人要的，因为呢含水率太高了。来，木油桐，木油桐的话呢，很多人呢，我有时候去逛公园的时候，我听到家长说，跟小朋友说，哎呀，这是油桐开花了，好漂亮，好漂亮，因为他把木油桐跟油桐呢这两者呢是混在一起了。实际上的话呢，在深圳绝大部分呢都是木油桐，油桐很少。虽然它们两个功能呢都很相似，它们的功能的话都是种子可以榨油，但是从外形上来看的话呢是差别很大的。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右边的，其实木油桐的话它是分公树跟母树的。我们所看到的话呢都是公树多，都是长公花的多，母花呢相对少。其实呢，在我们自然界里面有很多呢都是分公分母的。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杨梅。我经常听到一些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小男孩就很顽皮，不喜欢写诗。家长批评了他之后，他就不愿意写了。他说：“你不要骂我了，大不了我回家去种果树。”其实呢，回家种果树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种果树呢也是需要科学文化的。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的话，你种的果树的话呢，有很多实况有很多，要走很多弯路。比如说你种的杨梅树全都是公的，没有母的，那还不是白搭？每年开花就是不结果，对吧？所以木有桐的话呢，它是分公跟母的。野生的话呢无所谓，只是观赏用。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经济来源，比如说你承包了一个山头，你要种这个木有桐卖钱，那你得控制一下你的公树跟母树的比例，对吧？它那个结果。木有桐的话呢，它除了它的种子呢可以拿去榨油卖钱，它是一箩筐几斤这样赚钱。还有它的树干是可以用来种木耳的。你们种过木耳吗？都没种过呀？没有。你们这个是怎么种的？然后呢，打孔，然后把菌种种进去，是的，那个妹妹说的对的。这种木有桐的树干的话，它树倒下去之后，或者它长大之后，可以把它树砍下来，用来种云耳，我们说那个就是那个云耳，种菌子都可以的。因为这个树呢，它的那个密度呢比较疏松，很容易打孔。打完孔之后的话，把那个菌种呢塞进去，然后定期的保持温度跟湿度，很快的就长起来了。所以呢，它还可以用来种菌子。大家留意一下，它的那个果实的那个外表呢是皱皮的，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皱皮桐。要留意一下，它榨的油呢能吃吗？能用来炒菜吗？可以。是的，是它的那个油毒性很大，除非是你家里实在是穷的揭不开锅了，正常的情况下是不能用来炒菜的。炒菜的话是会中毒的，它是用来做那个油漆。防腐的。对，比如说你家结婚了，要打做很多家饰，做木柜啊、床啊、衣柜啊这些，桌子啊、凳子、椅子、床子这些都要刷油漆。如果家饰不刷油漆，后果会怎么样？腐烂。地腐烂。还有呢？生虫，被白蚁咬是吧？长霉发斑是吧？所以呢，一定要上油漆。特别是船要上油漆。这个呢是油桐，你们觉得跟刚才看的那个木
个头有什么区别吗？你看一下第四张。好专业。第三张。油桐，木油桐。果子的话，小妹妹，你觉得这个果实有什么区别？可以上一张。刚才我特意点了，那果实的外表有什么区别呢？光滑，对吧？对，没错，光滑。第二呢，看一下第一张图片，花朵，它的花朵呢跟上面那张有什么区别呢？大家看一下，花朵的喉咙是不是比较深颜色？花喉部喉咙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深色？对吧？所以呢，这两个呢是很大的区别。在广东省的话，像这种木油桐的话呢，实际上很少，但是偶尔也能看得到，不多。绝大部分呢还是那种木油桐，油桐呢偶尔能看得见，但木油桐的话呢是满山遍野都是的。比如说凤凰山啊，还有两台山啊，甚至是有些莲花山公园啊、笔架山啊都有，有人工种植的，有野生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圳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木油桐。两者之间的功能呢是可以互用，但是它的外形区别还是挺大的，不要搞混。这个是梅叶冬青。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乡下的称东西的那个称肉啊、称菜的杆子，见过没有？见过。现在都是用电子天平秤了，是吧？像这种传统的那个木杆秤，是不是很少见了？药店。老一辈也不一定吧，就是说你们回到乡下，比如说国庆节啊、五一啊，回到那个一些农村乡下的那个市场，他们还是用这种秤啊，就是些那个比较便宜的。那看一下这里是个砣越往后面拉的话，说明你里面的重量是越重的。然后呢，看到这个秤杆上它是有刻度的，看到没有？比如说1斤、2斤、半斤，就它这里有刻度的，一个刻度为之1两啊。但是我们大陆的秤的重量跟香港的跟台湾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是5两，他们算是8两制的，半斤8两是吧？我们是5两制，我们5两叫半斤，他们的半斤呢是8两，所以叫半斤8两。我们跟香港的那个称量有点区别。要留意一下的就是说，这个秤杆上它是有刻度的，不同的刻度的话呢，表示它的那个重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植物呢，为什么叫称心树呢？是因为呢，它的那个杆上呢有很多一点一点的皮孔。皮孔的意思是说，在那个表皮上的孔。皮孔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呼吸作用的。所以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树枝上的皮孔的话，跟秤杆上的点呢是很相似的。所以呢，植物学家呢给它命名的时候呢，就用了称心树这个名字来给它命名，这不是很容易记住了，对吧？这个植物的话呢，不要看它表面其貌不扬，但是在目前在我们广东省基本上是脱销了，很受欢迎。来，喝过没有，妹妹？喝过没有？你们喜不喜欢喝这种饮料？要啥事？它是广州亚洲汽水厂生产的萨斯。没喝过。没喝过。在曲城市那个71 7-11都有的卖的啊，它喝起来的味道呢，有点像风油精的味道。那该多难喝。你不喝啊？但是有些人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味道很特殊啊。我有时候也会喝，但不是经常喝。它是它的那个，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萨斯汽水的那个瓶子上面，它有一个白色的小 logo， 就是这个梅叶冬青的花朵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广东省很大的品牌的那个亚洲汽水，它里面用的很多材料呢，就是用了这个梅叶冬青，还有我们有个广州有个制药厂叫百元制药厂，你们知道吧？百元制药厂它每年对这个梅叶冬青的吸血量也很大，所以呢，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被挖光了。我们深圳的还好，还保留着，惠州啊、河源那边已经被挖光了，怎么了，宝贝？我学校种的有窝窝场。
你尝到果实吗？什么味道？甜甜的是吗？不好吃，不太好吃是吧？那个小姑娘她尝试了，像是尝百草要去尝这个果实，吃完之后是嘴唇乌黑，不会像中毒一样，对不对？这个嘴唇啊，不怕，还好这个没有毒的。还有呢，大家呢可能是特别是潮汕地区的人，可能会喜欢喝一种茶叫苦冰茶，你们喝过吗？喝过。感觉怎么样？很苦是吧？是。感觉怎么样？很苦是吧？是不是喝完之后胃有点疼是吧？对。就放一两根，都喝多了就那个胃会寒凉，对不对？是的。苦冰茶的话呢，因为我们广东地区的话呢，天气很闷热、很湿热，是广东人最喜欢的就是喝凉茶煲汤，对吧？在北方人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们广东人天天煲汤，百煲不厌的啊！所以我们天天一天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喝汤啊！所以一天不喝汤的话，广东人会很难受的。有些地方的话呢，还特别喜欢喝苦冰茶。苦冰茶的话呢，它是有两种叫法，一个呢是大苦冰，大苦冰的话，它用的是大叶冬青，就是梅叶冬青的大表哥啊，这大叶冬青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它卷得很长，看到没有？它一片叶子能卷你，一片叶子够你泡一大杯了。另外一种的话呢叫小苦冰，它用的呢是那个粗壮米针，它叶子呢会小很多，味道呢稍微淡一点，没有大苦冰那么苦。所以呢，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苦冰茶的话呢有两种，大苦冰跟小苦冰。大苦冰的话味道太呛了，所以一般人喝了之后会难受。像小苦冰的话呢，相对会温和一点啊，就没有那么厉害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苦冰茶的来源，要不然你喝了半天还不知道苦冰茶是什么制造的。这个认不认识？河蟹花。不认识，我相信在这都见过吧。每年的3月份的话呢，在美林2班，在随便一个山头上，一个那个沟谷里面都能看得到这种白花油麻藤，也叫河蟹花。河蟹花的话呢，它的就是在3月份集中出现的。对，它还有一个。它呢是生长在一个老藤，它是个木质的一个大藤本，它的藤条呢很粗壮来的。这些就是它的果实。果实有点像扁豆，像什么？豆子那种扁豆。扁豆啊。就家里的那个缸豆。像那个缸豆是吧？这种白花油麻藤的话呢，它种子呢是有毒啊。差点吃，差点尝它。但是它干嘛？它好像还有个紫色的花颜色。紫色是另外一种。叫长春油麻藤，我现在说的是白花，就它的表亲，但不是它。它呢有点特殊的，它的授粉呢不是靠蜜蜂，不是靠蝴蝶，而是靠哺乳动物，一个赤腹松鼠，一个果子狸，一个是蝙蝠，是靠这3种哺乳动物帮它授粉的，所以很特别的。所以你经常会看得到松鼠们在偷吃它的花蜜，顺便帮它授粉。河蟹花的话呢，它有传说，他说呢，之前的话，河蟹花是没有的，是因为呢那个鸟麻雀太多了，麻雀呢密密麻麻的扎堆到田里面去吃老百姓的稻谷，导致老百姓的稻谷的话，基本上种了1亩地可能收不了多少粮食，就很发愁。后来这件事传到何仙姑的耳朵里面去，何仙姑她法力无穷，她决定来到帮助老百姓依法。每年12个月，只有3月份这个的时候呢，是这些河蟹花呢是能够变回鸟，因为河蟹花它之前呢是有鸟变的，只有3月份的时候，这些鸟呢才是自由的。那其他另外11个月份的鸟呢是变成了花，锁在森林里面不让它出来的。因为3月份的时候的话呢，是农民刚把稻禾种下去，还没有出稻谷的时候，金黄不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把鸟放出来呢是很安全的。到了4月份的时候，
稻谷开始出穗了，禾苗开始出穗的时候，又把这些鸟呢变回花，锁在森林里面不让它出来。这就是关于何仙姑这个说法。你们猜何仙姑是哪里人？是广东人吗？不知道啊。何仙姑她家乡是哪里的？知道八仙过海的。啊，知道八仙过海是吧？但不知道何仙姑是哪里人是吧？何仙姑是从广东老乡来的啊，她老家在增城，从增城啊，增城不远，就是靠近广东那个地方，增城啊，她是我们那个广东人来的。这个呢也给大嫂介绍一下，它的颜色呢跟刚才那个白花油麻藤有点不太相同了，紫色的，它叫港油麻藤，港的意思是说香港。表示说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呢是来自于香港，所以呢用它来命名啊。但实际上的话呢，除了香港它有很多分布之外，在深圳呢也有一点点。这个呢目前的话呢是在深圳梅林水库那边有，但是不多。现在的话，它跟我们的仙湖苏铁是在一起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它那里设置了一个关卡。如果你要进去看的话呢，要跟那里的那个工作人员申报才能够批准，才能够进去，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仙湖苏铁的一个保护区它保护区旁边呢刚好是有油麻藤。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跟那个工作人员申请了批了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呢是很大的棵藤，你们可能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匆忙，忘记带一个种子过来了。它的种子特别大，有这么大，它是我们广东省最大的豆子。这个豆子的直径的话呢，有7到8厘米，就是相当于是我这手里面的遥控笔的一半，它的那个直径特别大。它的果荚最长的果荚有差不多1.5米这么长我2个手伸出来这么长。有差1.5米，就是我2个手指有这么长的果荚，它是我们广东省最大的豆子它的藤条呢，就像那个像那个鸭肠一样的，看到这是它的藤条，扭扭曲曲的所以它有个别名叫过江龙。你抱着这根藤的话呢，可以从江的这边到江的那一边，不用过桥，也不用坐船，直接呢从江面上绕过去，就像远文泰山一样的。所以它的别名呢叫过江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在我们的深圳五头山里面有。但是不仅你找不到它是在什么地方，它是在沟谷里面。这个大家见过吧？吊钟花。对，吊钟花。吊钟花是我们深圳市最喜欢的，而且颜值最高的野生植物之一，在梧桐上很多，在大坊办的很多，在梅沙边很多。你见过吗，小姑娘 ？No， 还没见过吊钟花。要加油哦！他妈妈有那个明年春节带你去看一下，它是每年的2月份到3月份的会开花的。我要回老家。一朵一朵花呢，像小铃铛一样的，所以它一个别名叫小铃铛花，就是说它那个小叮当叮当叮当的小铃铛一样倒挂的所以呢，它呢是我们深圳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野生野花之一以前那个我们乡下的时候，春节的时候都会上山去把它砍回家，然后呢插在花瓶里面当做春节的花，很漂亮。我小时候每年都会上山去砍，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没有花市，不像现在一样有花市，没有花市都是靠自己上山去采。我妈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说我春节采了很多花送给她，她房间里面有一瓶，我房间里面有一瓶，所以整个花里面就很有格调那现在学校里面的老师很喜欢到我家去采访那个家访，你从我家能看到很多很奇怪的山上的东西，其中一种呢就是吊钟花。这个杜鹃花的话呢是一个统称，实际上的杜鹃花的话呢，它的名字呢叫映山红。它的那个映山红的颜色的话，大家知道它是很红的
像血一样的。你们读书的有没有听过这种杜鹃代表的是什么？你们写过，老师有没有教过？就在你们文学课里面，语文课里面有没有教过？没有关系。但是它在家里面的话，这种就叫印山，买三片也都是。对，印山红是它的名字没问题，但是在文学里面是很高频率出现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是高中以后，高中或者大学以后才有，初中是可能还没有，因为现在高一是吧？大二了如果是读文科的学生的话呢，在这个呢是一定要记住的，因为杜鹃不管是花也好，杜鹃鸟也好，在我们的中国文学史里面是必须要知道的，包括现在的我们的杜甫、李白，很多大诗人都写过关于杜鹃的诗歌，其中里面最提到的就是一个杜宇。杜宇的话是一个皇帝来的，因为呢他是个蜀国的皇帝，蜀呢就现在的四川。他因为呢治理国家没有一种方法，而且呢是个人的行不行，最后面亡国了，国家被人家接管了，他丢掉了自己的江山，他特别后悔，天天哀啼，天天哀啼，最后面死了之后就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的话，鸟啼不之后，它的血呢掉到花里面，花呢变成红色，所以变成了红色杜鹃花，这是它传说。但现实里面呢，为什么杜鹃呢？它的嘴巴并不对，那些因为很多作家他们不懂得观鸟，不懂得那个鸟类学，他从表面上看到杜鹃张开嘴巴红红的，感觉杜鹃呢是吐的口腔带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我给你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杜鹃的嘴巴红红的满口张开血的大口，是因为呢，它要吸引它妈妈的注意，获得更多的食物。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不是亲妈，这个是养母。因为杜鹃的鸟呢是一种特点。他妈妈呢只管生不管养的，他妈妈很坏，会把卵呢产在别的鸟的鸟窝里面去，由别人帮他养。然后杜鹃的话呢，它的杜鹃宝宝的话，它发育的时间、出壳的时间会比它的鸟本身的鸟的时间早很多。一出来之后，它眼睛还没睁开，第一件事做什么？对了，这个妹妹说太对了。这个小杜鹃眼睛还没有张开，在鸟窝里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屁一拱，把它的亲生的卵还没有出的，因为它亲生的卵呢，它出生比较慢几天，它非常早出生，一个一个呢从那个鸟窝里面拱下去塞死了，最后面它自己活下来了，完全霸占了这个鸟妈妈的母爱，每天张开嘴巴，妈妈我饿，我要吃饭，我要吃东西。所以这个小鸟妈妈每天早上不停的叼虫子给它吃，给它长得很快，一天一天长大。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像我了。有些鸟妈妈呢会很聪明的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他家的，越长越不像自己，像隔壁家老王的孩子，对吧？但是有些鸟妈妈呢发现不了，她以为是她的亲生孩子，不停的养。到某一天，这个杜鹃养大之后就飞走了，再不回头了，就撒呀啦啦了。所以呢，这个鸟的话呢，有时候鸟的爱，它的母爱是一点，所以很多人会问，那个鸟妈妈知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绝大部分80%的鸟妈妈，她不知道杜鹃鸟不是她家的孩子，不是青蛙，她的青蛙早已经被灭掉了，她以为是她的青蛙。但是有20%的鸟比较聪明的，能发现杜鹃不是她的青蛙，就会放弃，我不会你们饿死吧，自生自灭吧。
所以呢是有两种样情况。来，这个是毛棉杜鹃。毛棉这两个字呢是来自于缅甸，它是一个地名的，它的名字呢叫毛蛋棉，是一个吃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植物的模式标本呢是先来自于缅甸，但是呢它分布地很广，在我们梧桐山呢就是一个牌子、一个品牌来的，所以每年的3月份很多人都会去上梧桐山看这个毛棉杜鹃花，就是一个整个就是花海。每年的3月份特别漂亮，特别是用小飞机航拍。除了梧桐山的话，在其他地方也会有，比如说平山地区的金龟村也有，但是数量呢没有梧桐山这么规模壮大。这个呢是假羽爪，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叶子上有一只蝴蝶宝宝，这个花朵上呢有一个蝴蝶宝宝，所以呢，不同蝴蝶它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市民，我们那个来自不同的省份，喜欢的口味都不一样。江浙的喜欢甜的，四川过来的喜欢辣的，广东的喜欢清淡的。所以呢，蝴蝶也是这样的，不同的蝴蝶它喜欢的植物是不一样的。但这个长得这么有趣的假鹰爪，它很吸引一种蝴蝶，叫做红色青凤蝶啊。这个呢，刚才这个呢是跟上面这个呢是，它们俩呢是一个家族的，都是番荔枝科的。这是它的果实，长得呢一拍一拍的，有点像我们的香蕉。这是它的花朵，它的花呢特别大，有我的那个遥控笔这么大，所以它的名字呢也叫大花子玉盘。因为呢，在现实里面呢有小花子玉盘。没关系，我好，这个呢是野生动物的一个口粮。它每年9月份秋天成熟的果实的时候，会吸引很多野兽、鸟类吃。因为什么它会吸引野生动物呢？因为大家知道，昆虫的繁殖期是几月份到几月份？你们能说出来吗？昆虫它发生期是几月份到几月份？是不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昆虫？没事，抽到没关系的。在我们深圳，哪怕是很热的南亚热带，昆虫呢它也一样有冬眠期的。每年的11月份之后到每年的2月份、3月份，大概有4个月时间的话呢，昆虫是很少的，都到地里面去了。那昆虫到地里面去了之后，意味着这些野生动物、鸟啊，其他它要吃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它必须要吃食物了。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季节，它动物的那个饭，它的菜吃的那个饭菜是不一样的，是根据它的季节来调整的。所以每年的10月份到每年的2月份，昆虫进了土里面的话呢，没有这些肉吃的时候，鸟类呢没办法，还有一些果子狸啊，一些松鼠，它没有办法，必须吃食物来吃饱肚子，要不然的话它过不了冬天。所以呢，到了秋天的时候，虫子进泥土里面没有这些蛋白质之后，很多动物呢不得不去吃野果为生。那这一类这么肉又多又甜的话呢，是一些松鼠啊、一些果子狸啊最喜欢吃的野果，鸟也喜欢吃，我也喜欢吃。有时候我爬山的时候，我也会摘1、2个人吃啊，很好吃，好吃很甜。这个呢是香港凤仙花，它长得呢那个样子呢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拖鞋，一个凉鞋啊。它是以香港来命名的啊。除了香港凤仙的话，还有香港大三叶、香港茶、香港四朝花啊。罗浮山的话呢是惠州的罗浮山。那我们深圳呢也有深圳天亮木、深圳鹅草、深圳秋海棠、深圳撩，还有深圳双扇蕨，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
要发现一个新的植物记录是很难的，它的难度呢，基本上跟上那个叶钱差不多难，因为呢，植物的话呢，都已经被前面的一些植物学家是看法了，去命名密码了，漏网之鱼是很少的，除非是去到一些很人烟很少去的地方，否则的话呢，你要找到一个新的记录是特别难。这个呢是长得很漂亮，夹竹桃科，但是毒性很强的一种植物。我全株有全株巨藤奖。前段时间，夹竹桃，宝安区有一个市民爬山的时候，发现路的两边很多这种植物，然后他就跟那个城管局投诉说，爬山路上太多了，他也知道有毒，他要求呢把它铲掉。你们觉得这种建议合理不合理？不太合理。不太合理，为什么？宝宝说一下。破坏绿化环境。破坏绿化环境，还有呢？除了破坏环境、绿化环境，还有什么你们觉得不太合适的理由？没关系，说说没关系。生态多样性不能破坏是吧？还有呢？会少吗？还有的话，应该也有现在酒楼有这个是毒的。这位朋友的意见是说，它带有毒的植物呢，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抵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把它全部清理光了，别的植物的话会趁虚而入，把这个地板它霸占了，把整个生物多样性的平衡打乱了。确实是这样的，万物的生长肯定是有它的理由。这种长得很漂亮、毒性很强的植物，实际上对人类是有毒，但是对于蝴蝶是它的宝，因为它是蝴蝶的寄主植物。蝴蝶呢，要它的幼虫呢，要从它的嫩叶子才能够成长。如果你把它全部清理掉的话，蝴蝶的话，它没东西吃了。蝴蝶没有东西吃，它就不会帮你授粉。不授粉的话就不会结果，它是一串一系列的一个猫米诺骨牌的一个系列的反应的。所以呢，哪怕是有毒都好，都不能把它清理掉。当然，你可以在旁边那个牌子，这种植物有毒，不能入食，提醒市民。但不能因为它有毒，把它全部清理掉，这种呢是反人类的。OK， 当时因为这件事在我们深圳闹得很大，甚至是其他城市的朋友都提出反对意见，觉得我们的城管局、我们的城市部门不能去把它灭掉。它是有毒，但是它也有它保留它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权利留在这里，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做法。我相信我们深圳市民都能理解。这个呢是红花河。每年的春天的话，2月份的时候是第一批春天开花的野生植物，特别漂亮。有时候一株树开花的时候，会引来7、8种鸟吃它的花蜜，各种各样的鸟。在现在的话，因为它又好看，花期又长。现在的话呢，有些市政公园，比如说莲花山公园、笔架山公园，他们已经把它从山上引下来，种在公园里面，方便市民。他每年的春天的时候可以去观赏，你就不用爬了那么辛苦，爬个900米到5头山里，很辛苦啊。因为有些体力可能确实不太好，他没有这个力气去爬，但是他又想看这种植物，所以呢，现在的话呢，一些公园里面已经种了，直接去公园里面看就很轻松。这种木腐榕的话呢是。基本上每个诗人在唐诗圣词里面出现频率很高的一种植物。它有单瓣的，单瓣的就是说它只有5个花瓣，也有重瓣的，重瓣的话呢它就重重叠叠啊。
它的话呢，为什么四川呢、成都呢叫蓉城？是因为它整个四川成都郊野啊、城市里面种了很多木芙蓉，所以整个成都的话呢就被叫做蓉城，是指木芙蓉，跟木芙蓉有关的。我以前在深圳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旁边就是有一个聚霜斋。聚霜斋的话呢，就是木芙蓉的意思。聚霜斋的话呢，是文人比较喜欢用，因为呢显得呢气节很高，能够抵抗寒冷的天气，比较有特色的啊。木芙蓉的话就比较接近普通百姓。它为什么呢？早上是白色的，中午是粉红色的，下午是深红色的？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哪位朋友能知道？它为什么它的颜色一天会3变？就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它是白色的，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下午下班的时候它就变成深红色了。一朵花会3种颜色变化，你们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光合是吧？是因对，没错，主要是跟它的日照时间有关系。早上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个叶绿素跟它那个花红素这几种元素的话呢，它的那个比例会不一样。经过太阳温度的长时间的照，到了中午到下午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变化，它里面的花青素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它导致它的颜色呢会由白色变成粉红色，到下午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其实还是同一朵花变色轮不一样，变色轮的变色就有2个原因。比如说你在逛公园的时候，有个变色素吸引，还有2种情况会变。第一呢是他求偶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发情期，还要找老婆了，还要让自己长得更漂亮一点，他就会变得那个颜色深红色、深褐色来吸引那个异性，吸引那个求偶。第2种情况变色的是受到惊吓，你靠近他距离太近了，他感到恐惧，因为你的距离呢跟他太近了，你身上散发的热能的话，他能感应到，所以他觉得他已经有威胁了，它的颜色呢会慢慢的变成红色，什么时候变色了？所以变色的话，这是2种情况。第一呢是主动变色，是你想找老婆、想找对象；第2种呢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受惊吓变色。所以这变色有2个主要原因。这种的话呢，就是说天气很冷，它那个下霜雪的时候，它能够活下来，就生命力很顽强拒的意思是拒绝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是你下雪下霜，都还能活得好好的，就很有骨气的样子。这个呢叫瓤乳桔梗科的，桔梗科的话呢，基本上不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呢是我特意把那个花朵解开了给你们看一下，它会分泌出白色的乳汁。跟我们喝的它整个呢都是药用植物，非常，而且它颜值又很高，颜值很高，对，就长得很漂亮。它不是春天开花的，它是秋天开花的，每年的7月份跟8月份就开花了。它在梧桐山跟梅沙边都有分布它是生长在路边。如果不开花的时候，可能是很普通，你不会留意；但是一开花的时候是非常之漂亮的。这个呢是我们整个深圳很常见的一种植物，而且长得很漂亮。它叫纯柱苣苔，苦苣苔科的。但凡有水的地方，比如说马栏山、梧桐山，其他凡是靠近有水沟旁边、有溪谷的旁边，就会有这种植物。它喜欢呢潮湿、水特别多的地方，一离开水的话，它就不太好活。所以这种植物的话呢，是颜值很高，而且呢，在我们深圳分布很广。
基本上每一座山的沟谷里面、悬崖旁边都会有这种植物，叫土柱祭台、土祭台科的，土它是特别多。